这不是晋王室世子妃吗？瞧他衣衫不整，定是被人侮辱过了。可惜，怎么还有脸活着？呸！还不如死在外边呢，省得玷污了咱们晋王府的名声。回太妃，世子妃下身见红了，可要请太医。混账！他都被人作践什么样了，也配请太医？还嫌丢脸不够？恒儿，于氏已不清白了，你准备如何？祖母，全京城都知道了，他被劫匪掳走，衣裳不省的被人扔在了城门口，你还想护着不成？只能怪他命薄。祖母，当务之急是要揪出幕后之人。已经查到了那辆马车是景王世子的座驾，孙儿要替阿宁找回公道。闹到御前，太后最多打他几十个板子，可于氏名声已损坏，你闹得越凶，咱们晋王府的名声也跟着受牵连，你怎么如此糊涂？他没了亲举，活不成。恒儿，就当和于氏从未认识过。大姐姐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祖母若是知晓你出了事，该多伤心呢。可惜了，大夫说是个男胎，是大姐姐求了3年才得来的子嗣，化作一滩血。大姐姐，你安安心心去吧。未来太子王妃不，还有未来皇后的位置，我替你来做。忘了告诉你，你身边丫鬟吧全被我收买了，所以你去山里祈福才会被人顺利接走。劫你的人也不是什么晋王世王，是父亲安排的，把罪名扣在晋王世王头上，也是为了帮世子上位。那个蠢货，听说你被困青云台后山，还真搜了你3天3夜，正好坐实了辱你之名。还有这3日，也是我陪着上子，我与世子终是有情人成眷属了。玄木行凶！楚儿，你怎么样？大姐姐是不是恼羞成怒了？知道我要嫁世子，所以怪上我了。阿宁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娶楚儿是为了晋王府，你为何要迁怒？自小你在府上欺负楚儿，处处压她一头，如今落得今日下场，也是你咎由自取。休要啰嗦了，刺匕首。与其生前被人戳脊梁骨，苟活于世，倒不如留下一个贞洁烈妇的好名声。晋王府这也是为了他着想。明日集聚宴一定很热闹。竟不是梦。大姑娘，夫人请您过去一趟，说是京城来人了。不妥，不妥！世子可是要和大姑娘定下婚约的。于夫人，我对大姑娘只有兄妹之情，对二姑娘才是男女之情。若稀里糊涂娶了大姑娘，才是对大姑娘的不负责。
此生我只娶二姑娘一人，绝不更改。况且晋王府和余家约定婚约，并未提及是哪个姑娘，为何不能是二姑娘？阿宁，刚才世子的话我都听见了。世子既喜欢二妹子，定下婚约便是，何必扯上我？我与楚儿两情相悦，阿宁，你作为姐姐应该懂事些，莫要怪楚儿。阿宁，别说胡话，你才是余家嫡长女，且你不是常常盼着世子来娶你吗？这门婚事还是你的。我何曾说过要嫁晋王世子了？刚才我说得很清楚，世子心仪二妹妹，两人感情深厚，与我何干？阿宁，你莫要说气话。我竟不知拒绝在二婶眼里成了气话了。二婶这是要逼死我吗？阿宁，你怎么这般跟长辈说话？不碍事，许是世子突然来求娶，阿宁有些慌了神。你来的正好，快告诉大家，你无心要嫁给世子，这门婚事是阿宁的。快说，你绝不会和阿宁争世子。无论你使什么手段，我都不会娶你。我心里只有二小姐一人，是我坚持要娶你。不，大姐姐才是长女，我绝不会和大姐姐争。且明日就是大姐姐及笄日，余家早就对外宣扬，明日大姐姐要定下婚约，我怎能让余家被人耻笑？世子的情谊，恕难从命。天下男子诸多，又不是只有世子一人可嫁，你喜欢随意拿走就好，为何非要往我头上按罪名？大姐姐，既然大姑娘都这么说了，你就欣然接受晋王府的下聘。至于明日，大姑娘想必心里已有了其他打算。转性了。老夫人，阿宁性子太要强，心里装着世子，好不容易把人盼来了，又不肯放低身段和世子闹脾气。若是明日余家定不成事，只怕要被沦为笑柄了。阿宁，快给世子赔罪。阿宁，你为何总是这般不听话？连我都使唤不动你了吗？大姐姐就顺了祖母吧，你若不肯点头，我这辈子都良心不安。你无意娶，我无意嫁，但你也瞧见了，二妹妹她嫌弃晋王府的门第，执意让我嫁。依我看是余家和晋王府八字不合，做不成亲家。世子还是不要为难二妹妹了。阿宁，你会说什么？世子要求娶之人是二妹妹，你们推三阻四不肯应，非要扯上我。我不愿嫁，这门亲事除了作罢，还能如何？你当真不愿意嫁？大姐姐，我都是为了你好，你怎么……世子今日是带着聘礼来的，可见诚意。你们才是天造地设、感情深厚的一对佳丽。至于我明日吉新宴，我已想过了，照样能定下婚约。难怪阿宁不肯答应，原来是心有所属。是谁？此人我可知晓。你这孩子为何不早早说，省得误会？你竟能做出这般不知羞的事，简直丢尽了我余府脸面。是啊，你既已失了清白，我也只能豁出去脸皮给你说亲。大姐姐，你是看上了哪家公子了？说出来，说不定母亲会帮你说亲。二婶是在质疑祖母不会教养，我在祖母眼皮底下与人有染。胡说，我何曾有过这个意思？不是你亲口说过明日订婚照旧，如今晋王世子不肯娶你，你还能订婚？不是与人……大姐姐，这么多人在场，确实是你亲口说的。我确实说过明朝照常订婚，可曾提过半个字男方？祖母原本计划打乱，我也不强求。为了余家不失信于人，我决定抛绣球当场选亲。明日来余家做客的人不少，只要是愿意上场接绣球，家中没有婚约在身，不嫖不赌，我愿意定下婚约。二婶，此举也算是与人有染吗？此事不算。胡闹！你堂堂余家嫡长女，怎能抛绣球？传扬出去，还以为我余家嫡女没人要了。阿宁，其实我娘家还有一个侄儿，与你岁数相当，你若是愿意，我可以替你做主。你嫁入宋家，将还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宋家必定厚待你。母亲，阿宁性子倔，不宜高嫁，不似楚姐儿从小就是个腐女，若能嫁入靖王府，将来必定扶持世子扶摇直上。不如好事成双，明日一同定下婚约，如何？二婶匆匆定下我的婚事，我倒是无话可说。可明眼人都知道我与靖王府的婚事乃是谭家先搭桥的，却突然给了二妹妹，招惹谭家不愿，还以为是二婶从中作梗，连累余家名声，影响了二叔的升迁，可就得不偿失了。母亲，其实阿宁言之有理，为了余家名声，不如就依了阿宁吧。
祖母就成全大姐姐的心愿吧。你且记住了，无论选了谁，都莫要后悔。祖母放心，我绝不后悔。4×2。红烛，姑娘叫我。姑娘，红烛只是个3等粗使丫鬟，您怎么使得起她来了？本姑娘做事还需要你教？奴婢不是这个意思。跪下，在我没回来之前，不准起来，好好反省。呸！这副臭德行，活该被靖王世子嫌弃了。姑娘，这种地方不是您该来的。一重伤，这奴婢不敢。姑娘，事儿办成了，这些全都是靖王世子赏给奴婢的。姑娘，奴婢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，像做梦。奴婢是姑娘身边来送请帖的，姑娘说明日几家宴上抛售绣球选夫，还请世子务必抢下绣球。小爷是靖王皇子，不是靖王世子。奴婢找的就是您，靖王世子裴玄。回去告诉你家姑娘，一定到场。听说国公府的玉儿姑娘跟靖王世太子定下婚约了，不是说要定大姑娘，怎么成了二姑娘？大姑娘恃宠而骄，脾气暴躁，远不如二小姐温柔端庄。我听说还是靖王世子亲自上门提亲的。这帮嘴碎的暂带后一路姑娘，奴婢饶了他们。堵得住一个两个，堵不住所有人，明日再说吧。阿宁，你当真要我接绣球？不是因为赌气？不是。你放心，明日我一定抢得好绣球，你只管抛。多管闲事。这么晚了，姑娘在跟谁说话呢？奇怪。姑娘，奴婢刚才真的听见了男人说话的声音。打！满嘴胡咧咧，不就是白日姑娘没有带你出去，你竟敢空口白牙的污蔑姑娘情欲！姑娘，都这么晚了，还是别惊动顾嬷嬷了。云香也是担心您的安危，不是有心的。您消消气儿，别跟奴婢一般见识。明日就是您的吉祭宴了，闹开了对您名声有损。时间也不早了，姑娘早些歇息吧。我何时准你起来了？怎么，我的话一个个都当耳旁风不成？红罗，去请张管家，立刻马上。奴婢这就去请。姑娘消消气，你要是怎么吃的，就冲奴婢们来。是啊，不就是一个世子吗？老夫人宠您，一定能给您挑门更好的婚事。大姑娘有何吩咐？让牙婆重新选一批丫鬟送来，这4个全部发卖。姑娘要卖了奴婢们。大姑娘，老奴这就给您找。奴婢们何错之有？奴婢们跟了您数年，您为何要舍弃奴婢们？奴大西主越发不知分寸，尤其是云香，迈入贱籍。姑娘饶命！姑娘饶命！堵住嘴，都拖出去。不必找牙姑了，退下吧。老夫人身边的顾嬷嬷早就了，
让您起身后去见老夫人。阿宁啊，不是二婶说你，不能因为被世子退了婚，就朝丫鬟发脾气，连打发了4个贴身丫鬟，太任性了。二婶是不是对我有偏见？怎会不问缘由就认定是我的错？孙女昨日在屋子里背诗，温香擅自闯入，嚷嚷孙女屋里藏着男人，翻箱倒柜。孙女气不过，骂了几句，结果3个丫头根本不听孙女的话，孙女使唤不动，换个人伺候，难道也有错？可温香确确实实听见你屋子里有人，那温香可曾找到了人？祖母，孙女已经不跟二妹妹争世子了，为何二婶咄咄逼人，非要败坏孙女的名声不可？今日吉八宴可来了，不过是几个丫鬟而已，看不顺眼换了就换了，也值得大清早的找晦气。母亲儿媳冤枉啊！儿媳对季管家就要负责，贸然换了4个丫鬟，而且只是好心问一问罢了。够了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一家子姐妹，阿宁名声不好，厨劲儿又能好到哪儿去？而且明白，今日你及羲，随我去招待客人。今日怎么这么多人？估摸着是来看阿宁抛绣球的。狄大姑娘，我听闻你今日要抛绣球，是不是谁接住了，你都要嫁？余家位列3公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怎会赖账？你身为国公府嫡女，身份尊贵，大可不必为了同我之气作践自己。世子，你又何必再劝？虞国公府早早就传出去，会在阿宁的及笄意上定下婚事，人不能言而无信呢。诸位放心，只要接到绣球的男子身无婚约，家中无妻妾，又是适龄人，不论身份，我都嫁。那不是靖王世子？难不成靖王世子也来了抢绣球？难得今日靖王世皇子打扮的人模人样，估摸着是从怡华楼刚出来吧？你这样的名声怎么有脸来？本世子如何，与你有何干系？晚辈见过老夫人。令月吉日，史家元福，弃而幼稚，顺而成德，授凯为旗，戒而景福。阿宁，吉火礼已过，是不是该抛绣球了？若是有婚约在身，不符合身份的，胆敢滥竽充数，必要重重的罚。阿宁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舅母，阿宁不悔。眼神却微微闪烁。一指到。奉天承运，养成皇太后诏曰：欲加己女之宁之书，达理端庄贤惠，乃大家规范深德，哀家希意。今日其怕赐郡主之位，封号长宁，并赐良田100亩，黄金10000两。钦此。臣女多谢太后。郡主，太后听闻您今日抛绣选亲，特让奴才多等一等，也好回去禀报。大夫人和太后关系交好，又早逝，太后不过是看在大夫人的面子，可怜大姑娘罢了。多些赏赐也好，你几个表哥还未成婚，将来还不都是给你铺路？
既是抢绣球，手段罢了，怪你自己技不如人。祖母，既是景王世子拿到了绣球，这门婚事孙女认可。老夫人，今日余家是三喜临门啊，恭喜恭喜！昨儿世子入宫求太后讨了个赐婚旨意，太后说若是景少子夺得绣球，就赐婚。奉天承运，养成皇太后诏曰：今郡主选亲和靖王世子乃天作之合，特下旨赐婚，于10月初8晚婚。可别忘了回京后要日日去慈宁宫请安才是。太后已经下旨，召靖王府全府入京，还有半年，足以操办婚事。昌公公是不是弄错了？平常都是靖王世子入宫请安，太后怎会召靖世子？太后说平日景世子真诚难能得贵，这桩婚事深得太后心。公公放心，我回宫便去请安。昌公公，阿宁，你不能嫁给靖世子，咱们玉国公府只能支持靖王府。靖世子是个糊涂的，名声又差，二婶也是为了你着想。阿宁，原本你嫁宋家才是最好的选择，看在楚儿的份上，我将来也不会亏待你。嫁裴玄，将来有你苦。靖王世子还是换我一句玉大封业，或是长宁郡主吧。靖王世子这是在质疑太后，我这是在为你好。我与你之间是什么关系？你有什么资格为我好？大姐姐，你是不是早就和景世子定好了？还有昨夜晚香在你院子里听见了男人说话的声音，那人是不是景世子？大姐姐，我不是故意说漏嘴的，只是你太糊涂了。景世子那副德行，你怎能因为知情？徐志宁，给楚儿赔罪。今日我急急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誓言污蔑我这个长，究竟是你愚蠢还是心思恶毒？说我半夜屋里有男人，可有证据？是丫鬟所言。丫鬟可看见了人？纵使这样，你也不该打人。他张嘴污蔑，我教训有何不可？若他可以满嘴胡诌，是不是也可以反问一句：昨日世子突然上门提亲，莫非你们二人早已私下有染？胡说，我没有。女儿家清白是何等重要，你我同为玉家女，大喜的日子故意说这些话，恶心谁呢？这二姑娘口无遮拦，安得什么心思？昨儿我就觉得奇怪，一直都传靖王世子和长宁郡主才貌双全，要做亲家。结果却变了二姑娘，逼得郡主要抛绣球。玉国公府可要给我谭家个交代。谭大夫人，昨儿半夜阿宁闹脾气，打发了4个丫鬟是事实，也是她主动要求抛绣球选丈夫，一家一向惯着她，可不曾有半点勉强。家门不幸，连她小小年纪没了母亲，却不曾想做出这种事来，怪不得要抛绣球呢。原是我年纪大被糊弄了。这位便是二妹妹口中的晕香。昨日我在屋内读诗书，她擅自闯入，将屋子翻了个遍，我欲要严惩。这3个丫鬟将我的话当作耳旁风，丫鬟不听话，我留着又有何用？二妹妹，这样不听话的丫鬟，我打发了有何不可？都是你的丫鬟，自然是想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昨夜君香在我院内搜寻，张嘴污蔑未果，我将人发卖。可二妹妹又是如何得知此事的？我管家，昨儿钟灵院真闹出的动静，我当然要问问。许是楚儿无意间听都没抓到，今日又在众目睽睽之下污蔑，是何意？楚儿也是为了余家名声着想才会失言，确实是她不对。够了，你是长姐，理应谦让，不该顶撞长辈，更不该动手打人。便罚你跪祠堂2日，抄写家规100遍，以儆效尤。果真，你今日确实有些过激了，日后这性子也该改改了。入了京，日后收敛些。多谢舅母提点。大姑娘，老夫人请您过去。阿宁来了，阿宁来的正好。这是二婶特意派人从苏州那边弄来的云佛锦，一共16匹，附上姑娘，人人都有份儿。你瞧瞧喜欢什么颜色，挑4匹带回去，制成衣裳。小姑娘正是爱美的年纪，瞧着也令人欢喜。二婶，阿宁是不是还在生二婶的气？那日误会一场，我已经教训过楚姐儿了。我怎会和二婶、二妹妹生气呢？我听说浮光锦极难得，有些花样也已失传了，难得二婶费心弄来，阿宁甚是感动。我身为长姐，理应谦让，不如让几个妹妹一块来挑选吧。这颜色过于艳红，阿宁肤色白皙，
本该是留给她的，不过几匹料子罢了。三妹妹喜欢就拿走，自家姐妹不必客气。我的大红衣裳已足够多了，正好换些花样子。那就多谢大姐姐了。兰姐儿平日里不是喜欢素雅的吗？怎么今日挑了这么亮丽颜色？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漂亮的锦缎，花样精致。你年纪小，这么漂亮的颜色不适合你，倒显得不伦不类了。我倒觉得这颜色很衬阿宁。三婶，浮光锦再珍贵，也不如我和三妹妹之间的姐妹情珍贵。三妹妹年纪小，模样娇艳，我倒是觉得很配三妹妹。一转眼，三妹妹也14岁了，也是要定亲的年纪了。若能穿上这么漂亮的衣裳，定能艳压群芳。谢谢大姐姐。一匹锦缎而已，何必推来推去？这么贵重的浮光锦给了兰姐儿，我是过意不去。不如这样，这料子足够织2件夏衣，就给阿宁也织1件吧。二房即将新上任了刑部尚书一职，对咱们余家来说是锦上添花。还有一门2位世子妃太扎眼，回京后可要越发谨慎。这还不是多亏了靖王举荐，还是楚姐儿有福气，不愧是咱们余家的福女。阿宁，这些年景世子不招派是人尽皆知的，私底下你劝劝他，安安分分的做个景世子，将来继承靖王府，衣食无忧，别折腾什么幺蛾子，给余家招惹你不必要的麻烦。是二婶。听说了吗？靖王那边你可有交好的姐妹，机灵的，忠心的？奴婢只是个末等粗使丫鬟，谁会愿意跟奴婢猜忌呢？不妨事，日后就能说话的小姐妹了。不，应该是郡主。郡主身边只有红烛1人，理应还有3个大丫鬟。若是郡主不嫌弃，奴婢愿自荐。冬琴、春芽，还有林妈妈、云深。从今日起，你们3个和红烛都是大丫鬟，林妈妈是掌事妈妈，其余人不变。奴婢叩谢郡主，奴婢叩谢郡主。主子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胆敢惊扰郡主，找死！从今日开始，绝不轻饶。姑娘，不，郡主，您怎么确定冬琴一定能娶来卖身契？靖王世子在陪着祖母用膳，宋氏担心我会过去捣乱，加之又要上京了，他更担心谭家那边使绊子，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宋氏才会忍下来。顾嬷嬷刚才来了一趟，说是府上今日忙着收拾行李，免了请安，等去了京城再说。靖王世子在府上歇下了，郡主怎知？祖母，你怎么来了？孙女谨记祖母教拜，每日晨昏定省都不曾落下，怎能因为跪了2日称病不来？岂不是辜负了祖母谆谆教诲？大姐姐，前几日是我误会你了，我在此给你赔罪了。大姐姐可是怪我了。二妹妹也是一时失言，我怎会揪着不放？倒是那一巴掌，二妹妹也别往心里揪。阿宁，你下手也太狠了。大姑娘是否也该为了那一巴掌给二姑娘赔罪？不必了，我不碍事。大姑娘莫不是以为做了郡主就可以随意欺负姐妹吧？世子，我没关系的。事情都过去了，你们姐妹往后可要和睦相处。是。老夫人，宫里来旨意了。封运佛旨。于尚书，皇上说了，让您尽快准备先上任，不可耽搁。微臣叩谢隆恩，若无靖王爷提携，我也不会如此顺利。于大人客气了，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。对，就是一家人了。咱们楚姐儿果然是个福女。老夫人，晚辈告辞。世子，咱们京城见。楚儿，替我好好送送世子。世子看什么呢？楚儿，入京后暂时不要得罪郡主。太后看在玉大夫人的份上，
必定对他多有照拂。不过没关系，等你入宫，太后必定会喜欢你的。等下个月你及笄，我会亲自求旨赐婚，在京城风风光光给你举办一场及笄宴。我听世子的。大夫人的库房进了贼，不少东西都被以次充好，还有许多首饰也不见了。既然出他们事，我也办事。整整12年了，终于回来了。是啊，这次咱们也算是衣锦还乡，大房是国公，二房是尚书，还有一门2个世子妃，何其荣耀！京世子此人不靠谱，这门婚事能不能成，我还在考虑。你不可和他走得太近，免得坏了咱们太盛也不是什么好事儿。若有机会能退婚，便退了婚。你放心，即便是退婚坏了名声，我不会亏待你，必定从宋家给你找一门婚事。还不快谢谢你二婶？是。咱们楚姐儿自然是顶顶优秀的，也配得上靖王世子。楚儿才是有福气的，又和靖王世王子两情相悦，如今也是尚书府嫡长女，入了京，日后必定是贵女翘楚。也不知从哪儿窜出来一匹烈马，撞到了咱们车队，好几辆车被撞翻，不少人受伤了，前面又被堵住了，还需要修一修马车才能走。怎么带回来这么多破烂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收拾！可刚才我瞧见别的箱子里全是金银珠宝，富贵着呢。郡主，咱们的马车被撞坏了，好几个大箱子里的东西烂了，拿都拿不起来。大姐姐，你身边的丫鬟怎么这般不知分寸，大喊大叫，不懂规矩，来了京城就给我丢脸！这些可都是我母亲的嫁妆，怎会变成这样？瞎嚷嚷什么？许是良久失修，漏了雨。可这幅画是我母亲最喜的阿如所创，这拙劣的字迹绝不是正品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怀疑我从中作梗？阿宁，我好歹是你长辈，你怎能冤枉我？阿宁，这些事一时半会儿说不清，天色也不早了，还是先回京城再说吧。你真有争论啊，看见了。好端端惦记明居堂作甚？那是大房的院子。至于玉秀阁，若是喜欢，就给楚儿吧。谢祖母恩典。丹霞阁也不错，离松竹堂近些，你搬去丹霞阁吧。孙女遵命。按照郡主身份，玉秀阁才是你要住的地方。即便不是玉秀阁，国公府还有其他院子。郡主放心，奴婢打扮得跟个乞丐似的，找到了原先镖局人，都是信得过的，且已经回灵州躲起来了。暂住而已。太后听闻郡主入京受了惊吓，特让奴才接郡主入宫。今日太后在宫里给郡主准备了接风洗尘宴，单独给阿宁准备了接风洗尘，还是给整个玉家？自然是给郡主。于国公府放在京城诸多皇权富贵中不过尔尔，哪值得太后专门给玉国公府举办宴会？奴婢给您带路。哎呦，郡主哎，您身份尊贵，怎能自己打扫呢？太后早就惦记您了，若知道您刚来京城就受委屈，还不得心疼死了。您今日怎么来了？是太后召您入宫，给您准备了接风洗尘宴。昌公公，我这就换身衣裳。府上刚搬家，还乱糟糟的。大姐姐倒是独得恩宠，入宫去了，地位也凌驾于祖母之上。大姐姐别忘了，你可是祖母一手养大的，养育之恩还在呢。祖母常说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大姐姐可曾替余家说过话？祖母这也是记事以后第一次见太后，心中淡了面，等一定不忘祖母谆谆教导。动嘴皮子谁不会？你若真有孝心，就该去求昌公公。
将咱们余家一同带上。我刚才求了昌公公，感激祖母养育之恩，祈求一同让余家入宫参加接风洗尘。你当真说了？那昌公公怎么说？大姐姐这般会不会招惹太后不悦？昌公公说这就回去禀报。阿宁，你这次有些鲁莽了，日后不可如此。太后口谕，允许玉家满门入宫赴宴。总算到了，快些进去吧。这副模样入宫也太寒酸了。那件锦袍被勾花散了丝，这一身衣裳已是孙女能找到料子最好的了。那金钗实在配不上这套衣裳，故而选了御史。府上没给你制新衣，母亲您可是误会儿媳了。前些日子的苏绣锦缎是阿宁自己不要的，那可是儿媳好不容易弄来的。世子也来了。老夫人，昨儿母妃还问起，若得空，老夫人可以去靖王府坐坐。世子，玉家真是好福气呀！老夫人，太后召您去慈宁宫。劳烦公公带路。别以为有太后那点稀少的怜惜就试图越过楚儿。玉之宁，你若能跟楚儿保证，将来不会和楚儿争，我可以救你于水火之中，给个名分。世子跑来纠缠，我只当世子是后悔和二妹妹定下婚约了。若世子肯求我，我也瞧不上世子半分。你牙尖嘴利，不知所谓。哪里都比不上天子脚下繁华。玉老夫人吧，太后正在礼佛，您这边请。太后这些年可还好？都是老样子。太后礼佛不宜打搅，玉老夫人这边。太后听闻玉老夫人也常礼佛，特意给您准备的位置。玉老夫人，太后礼佛最忌讳便是被人打搅，太后会生气的。静妃可真是好福气啊，能娶到于二姑娘这么玲珑妙人儿。于家二小姐打扮得如此奢华尊贵，大老远的，本宫还以为是挪了一座金山来呢，原来是于二姑娘啊。昨儿本宫听说玉家入城，110辆马车在城门口被野马冲撞。结果掉下来好几个大箱子，里面装了不少金银细软、稀世珍宝。太后专程给玉家设宴，你莫要乱说话。皇嫂，你急什么？本宫话还没说完呢。本宫倒也奇怪了，于国公府2房的马车里装的全都是金银珠宝、稀世珍宝，怎么到了大房全都是些破铜烂铁？瞧瞧那位大姑娘穿得多素净，再看看这位二姑娘，比本宫都要富贵3分。诸位夫人误会了，这衣裳首饰全都是阿宁的。阿宁，这不都是你给楚儿赔罪的衣裳首饰吗？你快跟大家解释清楚啊！这么贵重的首饰，我是见都没见过。若是磕了碰了，我可赔不起。二妹妹还是收起来吧。阿宁，本宫早早就听说国公府是2夫人当家做主，对外说什么一视同仁。不是的，原本今日阿宁也带着差不多的珠钗，只是临时换了衣裳。余家此次入宫，本是想着尊敬太后，才会打扮得体。你的解释啊，我确实是临出门前换了衣裳。大家嘴笨薄，还请大家见谅，快给长公主赔个不是。本有2套金钗，是你自己不喜这么华丽，赠了你二妹妹。你二妹妹误以为头上的这个是你的，不忍驳你面子，才带着入宫。二婶，我今日第一次见金钗，也未曾送过二妹妹金钗。郡主说话反反复复，倒是令人费解。莫不是还因为嫁不成恒儿，嫉妒二姑娘，故意矢口否认，惹人误会？感情的事莫要强求。郡主，女儿家清誉要紧，脸面也是十分重要的。余家和靖王府定下的婚约，虽没有一纸婚书，但当时还有不少人证。我在灵州从未主动联系过靖王世子，纵使世子毁了承诺另娶二妹妹，我也不抱怨不自，却诬赖我纠缠靖王世子。原来如此。
难怪郡主要抛绣球呢。这靖王世子突然悔婚另娶，也忒不讲究了。好一张伶牙俐齿、颠倒黑白的嘴！大姐姐，算了吧，还请靖王妃见谅。我大姐姐性子直爽，并非有意。看在二姑娘份上，本妃也不与你这个。原来在靖王妃口中，靖王是有忘恩负义、违背承诺也是事实。必是众所周知，世子去灵州率先胡婚在先，而我毫无。你们本就没有婚约在身，何来悔婚？既无婚约，何来纠缠不清一说？皇嫂为了维护未来儿媳妇，不惜诋毁一个无辜姑娘，实在不厚道。也怪本宫多嘴问了几句于二夫人，才将郡主牵扯进来。什么金钗不金钗的，那于大夫人的嫁妆可真是你愿给的。日后抬去靖王府时，若是拿什么烂东西滥竽充数，裴玄德要是敲锣打鼓找上门，那一定是你立下而放肆。本妃一个长辈提点几句晚辈，既不知好歹，多说无益。大姐姐，王妃许是听闻几年前靖王世子在灵州与于家走得颇近，所以才误会了。今日太后设宴，不如大事化小，小事化小，莫要追究。是啊，还有嫁妆，二婶一定会给你个公道。若有人敢奴大欺主，二妹妹所言极是。咱们闹开了，折损的是咱们于国公府的颜面。本宫与你母亲交好，可惜了，你母亲去得早。多谢长公主。玄哥那小子是个又有福气的，怪不得急哄哄的入宫求旨赐婚。阿宁啊，你刚才不该和靖王妃顶撞的，一会儿私底下给靖王妃赔个不是。大姐姐，你确实不该如此，即便心里不满，也要忍着。这里是皇宫，不是胡胡闹的地方。若不是二妹妹打扮得如此璀璨，长公主也不会盯上你。若不是你扯上我，我又怎会卷入其中？怕的可是靖王世子。二婶，我母亲的嫁妆还有名单在谭家呢。这些年你吃喝用度，哪样不是银钱？母亲，先别在此说这个了。记得靖王妃赔罪。红烛，靖王世子还是离我远一点，省得我又要被靖王妃造谣了。那年我在余家，那难道不是你不知羞的跟在我身后，日日献殷勤吗？让世子错解余家待客之道，倒是我的不是了，还请世子自重。大概是太后母亲许久未曾见面，所以多聊了几句。起来吧。太后，臣妇给太后请安。太后，时辰不早了，该去荣宝宫了。回太后，荣宝宫那边，贵妃娘娘与皇后起了争执，言语间冲撞了皇后，还出言不逊。哀家可没忘了几年前在哀家面前拂小作低的模样，才几年而已，怎敢张狂如此？太后驾到！太后，平身。谢太后。哪位是长宁郡主？郡主，今日这接风洗尘宴是太后专门为了您准备的。您怎么坐在这儿？您的位置在太后身边。不是宴请玉国公府吗？我用太后是看在宴请大夫人的面子上。昌公公传旨时，确实只要郡主入。阿宁，你像极了你母亲，一晃都这么大了。你母亲若知道你长这么大，必欣慰。哀家答应过你母亲，要好好照顾你。太后，郡主日后就在京城，若是想见，常常照进宫便是。儿臣难得看见母后这般喜欢一个姑娘呢。谭氏救过哀家性命，伤了身，又早早去了。膝下只有这么一个孤女，看见阿宁，哀家就想起了谭氏。原来如此啊，故人之女，情理之中。阔别12年，玉家再次入京，不止郡主这般大了，还有二姑娘呢。我记得二姑娘当年离京时也才3岁，小小一团，惹人喜欢。臣女玉庆楚给太后请安，万福金安。你就是那个和裴恒定下婚约的二姑娘？正是臣女。开席吧。是。皇祖母，这是孙儿选的世子妃，您瞧瞧如何？
哀家记得靖王府当年是和谭家谈的婚事，你本该娶阿宁，为何改娶了2位阿娘？皇祖母当年并未落下一纸婚约，孙儿和郡主只是长辈口中闲聊罢了，不能当真的。你不过是欺负谭氏不在了，自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甚了。太后，恒儿并不知家有婚约。这么说，是玉家隐瞒真相，错引你靖王府娶的2姑娘。是阿宁先要提抛绣球，不愿嫁世子，又不肯耽搁了玉家毁约之名，让人心服口服，世子才改娶了楚儿。刚才还说阿宁纠缠世子，如今怎么又成了避之不及？宁可抛绣球另嫁他人，也不肯听，倒是糊涂了。太后有所不知，香和锦世子勾情相识，玉将下纵着他，为了不毁约，也只能委屈让楚儿代为履行婚约。恒儿，当真如宋氏所言吗？此事长宁郡主最清楚，皇祖母还是莫要追究了，给郡主留些颜面吧。太后明鉴，此事二房是不知情的。阿宁即毕宴前一日，世子突然来访，我们余家可是劝过好些日，让世子遵守承诺娶阿宁，是阿宁主动退让婚事，非要抛绣球。你这孩子，刚才就是因为你闹出误会，如今又是，还不快和太后解释清楚？阿宁，哀家问你，只管实话实说。是，哀家问你，裴恒那日带着聘礼和媒帛上门，你可知晓？究竟是裴恒先改娶玉2姑娘，还是你先说不嫁裴恒？你来说。恒儿，哀家最讨厌的便是说谎之人，你当真要否认此事？孙儿不敢撒谎，确实如此。你来说。这世子先改娶，余家已经对外宣扬即逼日我要定下婚约，为了不让余家成为笑话，我才改抛绣球。全灵州都知余家要定婚约，至于经世子抢绣球，阿宁不知情，且众目睽睽之下各凭本事。你们2人之中必有一人说谎了，恒儿，你觉得呢？孙儿不知情。阿宁，你怎能当着太后面前说谎呢？君世子若抢绣球，谁敢争？那日上门提亲的媒婆在何处？皇祖母，今日给玉国公府接风洗尘，时候不早了，此事不如容后再议。皇祖母，孙儿来晚了，又被你皇父扣下了。这不是长宁郡主吗？怎么跪下了？皇祖母，郡主犯了什么错？哀家问你，你去灵州作甚？又为何求旨娶阿宁？娶郡主是因为与人打赌输了，愿赌服输，甘愿娶郡主。明明是你家女儿不知羞的跟裴恒眉来眼去。你胡说！本世子胡说，随便派人去灵州打听就知道，裴恒可是住在余家足5日才返回京地，早出晚归，难道不是事实？灵州谁人不知裴恒悔婚，郡主被迫抛绣球保性命，不过是欺负郡主无人可依罢了。恒儿，你太让哀家失望了。皇祖母，玉老夫人一直养着阿宁，应知阿宁秉性，不如老夫人说说阿宁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？阿宁知书达理，温婉贤淑，最是懂规矩。母亲，多嘴！若不是长宁郡主孝顺，替余家求情，郡主一片孝心，尔等不知感恩，反而处处欺辱郡主，罪加一等。阿宁，你小小年纪没了生母在身边，日后若有委屈，尽管入宫来找哀家。这串佛珠跟了哀家多年，保哀家多次渡过难关，日后就赠你，也希望能保佑你平平安安，无病无灾。多谢太后。太后，二妹妹和靖王世子两情相悦，既已定下婚约，不如太后就成全了吧。罢了，看在阿宁求情的份上，今日的事哀家就不计较了。靖王妃听信毕信误会了你，身在听信吹在京城，你也忽受，理应赔罪。太后，就连哀这个长辈说话也可充耳不闻了。长宁郡主，都是本王妃的不是，不该听错了谣言，误会你了。既是误会，我自不会和靖王妃计较。郡主大度。好了，今日替阿宁接风，别耽搁了。不是说已经安排妥当了吗？是儿子疏忽了，不能让裴玄那小子占了便宜。二姑娘究竟哪里吸引你？儿子明白。母亲，太后怎会对阿宁这般好？大抵是因为你大伯母的缘故。不过阿宁今日也反常，丝毫不替余家考虑，任由咱们被人误会，太没良心了。阿宁太没良心。你黄伯伯近日情绪不佳，你多陪陪。
孙儿遵命。过几日得空入宫陪陪哀家。是。母亲，哎呀，玉秀阁从前就是你大姐姐住的地方，今儿晚上就腾出来。祖母，这是玉国公府，不是尚书府。你才是玉国公府嫡长女，理应以你为尊。玉秀阁本就是你的。今日阿宁出尽了风头，也不曾帮咱们说几句话，咱们可是一家人。二婶是说我应该认下金钗的事，还是应该认下不喜靖王世子，提前和靖王子勾搭上了，闹出抛绣球的事儿？牙尖嘴利，这太后给你撑腰，越发不尊敬。阿宁，你二婶顾全大局，才会让你承担些。孙女今日也是第一次见太后，怎敢乱说话？若不是二婶和二妹妹一同指责我，婚事是太后所赐。母亲，我也是为了给靖王世子开脱。祖母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孙女愿罚跪祠堂3日。阿宁，你和楚姐儿一同罚跪祠堂2日，抄清书100遍。是。谁敢污了余家名声，绝不轻饶。是。大姐姐若是还惦记着靖王世子，我可以让给你。郡主，是奴婢没用。大姐姐若是想吃，我可以分点给你。祠堂里二妹妹荤素脾气，也不怕被得罪。阿宁，外面的流言蜚语不可轻信，余家待你不薄。乔老夫人说的，这不是担心被奴大歇主了？现在全京城都在讨论这事儿。才回京第2日，因为嫁妆都找上门了，你是怎么当家做主的？母亲，儿媳冤枉啊！大嫂嫁过来7年，前些年不知打点了多少，交给儿媳保管时已是所剩不多，一日吃药就要1000两银子不止，足吃了2年，就是金山银山也经不起这么吃啊！嫂嫂的嫁妆全都在这儿了，儿媳费尽心思管着，吃力不讨好，冤死了！阿宁，你大房花销不小，落在你手上也不多了。8年前的11月初8，抓了3服药，每服药300两白银，统计900两。你母亲的药都是极珍惜的，要怪就怪你母亲病得太严重，早就二婶，母亲去世已有9年，这么多银子服没抓药，足问如何母下10个药铺子了。且上面只记载着抓药，未曾写着抓了什么药。这么大批量的药又是何物？阿宁，你这是信不过我。二婶，我不懂账，都能看出猫腻。大舅母管家多年，必定一眼就能看穿。昨日城门口的事已经闹得人尽皆知，这账本倘若被大舅母看见，问个仔细，丢脸的还是咱们玉国公府。字墨都没干透呢，你原先的账本不慎遗失，许是制抄错了。当年嫂嫂的嫁妆是如何交到你手上的？一个子儿都不少的还回去。老爷，阿宁，你先回去，嫁妆的事2日之内必定弄清楚，绝不会亏待你。多谢二叔。今日下了朝，靖王亲自提及嫁妆的事，因为嫁妆已被弹劾，先拿出嫁妆填补窟窿。等风波平息，再让阿宁吐出来。这么严重，嫁妆有不少还在我手上，2日时间太少了，怕是凑不齐。蠢货，拖延时间长了，只会对国公府不利。正卿说的有理，去请账房来，尽快清算。二房占大头，出30万两银子，宫中出3万两，3家和4房各出2万两，我从4房出3万两。亲，二房如何能拿出30万两银子？想不出也要想法子。你看过这些年我睁只眼胃口太大了，打我之前别人讨务必要将30万银票1分不少弄个送过来。母亲，儿子这就去想法子。这么多。世子出手大方，楚儿果真是有福气的，日后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去给二姨娘传个话，凌霜阁也极好，让楚姐搬过去吧。回去若是喜欢绣楼，等过些日子找工匠来打造，犯不着和阿宁争。郡主前脚离开祠堂，二夫人身边的丹嬷就带走了二姑娘。今儿早上奴婢去给您送膳，在门口就被刘嬷嬷拦住了，说什么祠堂禁地，硬是将奴婢准备的食盒收走了。猜到了，她肯定会想尽法子从咱们身上找回来。晚膳弄2块红豆卷来，多放些红豆。红豆不是什么稀罕物，厨房多的是，郡主请放心。再忍忍，很快二婶就管不了家了。玉秀阁那边建起小厨房，大厨房那边就拿捏不了咱。真的吗？很快。这可比丹霞阁强了10倍不止。属于我的，谁也侵占不走。
去二婶那边通通传一声，就说我要看大夫。二夫人说郡主极有可能是水土不服，慢慢习惯就好了。如今天色已晚，等明日再说。一日服用2次，休养几日就能痊愈。老夫人那边离不开人，既然郡主不碍事，奴婢先回去了。老夫人，郡主昨儿高烧一夜，浑身疹子都没退下。老夫人，昨儿大夫说郡主并不严重，只要按时服用药就可以了。那便吃些药，不碍事，过些日子就好了。宫里苏嬷嬷来了，快把人拦住！郡主怎么会这样？快去请太医！阿宁许是水土不服，所以才会身子不适。昨儿已经看过大夫了，大夫说不碍事。郡主身份尊贵，还是让太医看看吧。郡主这是吃坏了肚子，又着凉，还有喝错了药导致的内热。昨儿郡主跪了一夜的祠堂，只吃了半个过了夜的馒头，还有昨晚喝了些素烩汤，再无其他。李太医，若是郡主坚持服用这副药方子，会如何？郡主脸上的红疹子会落下疤痕。日后郡主身子不适，就拿着这个去找李太医。既是苏嬷嬷给的，你接了便是。太后让老奴给您送布料来，要做几套衣裳。昨晚确实难受了一晚上，现在好多了，谢谢嬷嬷。您如今可是太后心尖尖，恨不得日日将您接入宫。等过几日身子休养好了，记得入宫看看太后。苏嬷嬷，这都是误会一场。无功不受禄，太后还在等着老奴回话呢。阿宁，你从前不曾这般娇气的。昨日孙女确实难受了一夜，更不知今日苏嬷嬷会来。若知晓，必定捂得严严实实。许是京城水土不服，罚跪祠堂又不止你一人。祖母说的是，孙女不曾责怪祖母。阿宁，刚回京就被你闹得鸡飞狗跳，这么多大的院子被你一个人侵占，府上忙里忙外，你就不能省省心？这话应该我问二婶才是。祖母罚祠堂，为何刘嬷嬷许了2位妹妹的押送来婚先，却来了昨儿的晚膳，只许算都是馊的？你胡说！祖母，我不知哪里得罪了二婶，昨儿丫鬟去求了2次，二婶也不曾派人去请大夫，这院子也是祖母给的。二婶为何怪罪我头上？昨儿晚上二房忙着筹银票呢，丫鬟来说只是吃坏肚子，没说这么严重。若是知道这么严重，我怎会不请大夫？昨日拦红烛送饭的人是谁？拖出去，杖打20。还有楚姐儿在祠堂动焚心也该罚，抄家规10遍，明日午时前交出。母亲，是丫鬟心疼主子，丫鬟不懂规矩，也是她这个主子没教好，更该责罚。还有府医造错床药方子，难阁也有苦劳，庸医一成，只会让其下人寒了心。从今日开始，玉秀阁开个小厨房。多谢祖母。原以为能让国公府更上一层楼，结果成了笑话。二嫂，你好心办坏事儿，人家可没领情啊。谁让大嫂早早就去了呢？于宋氏，是在就是于之宁。大姐姐，于国公府处处以你为尊，你怎好这样折腾国公府？这一码归一码，阿宁也是我们谭家表姑娘。好了，开始清算吧。这是40万两银票，这账可不对。妹妹当年陪嫁60万，且当年妹妹用的药材全都是谭家出的。什么意思？妹妹当年用的药材全是谭家出的，怎么成了糊涂账？二婶，你不是说母亲每日要吃掉近100两银子吗？这么多年了，我有些记不清了。还有打点于国公的赏赐和俸禄，怎会不够？大哥不在府上，赏赐和俸禄都在母亲身上。还有庄子盈利不见入账，又是怎么回事？铺子呢？铺子许久无人打理，不善经营。太后宣玉老夫人入宫觐见。太后口谕，宣玉老夫人即刻入宫觐见。母亲，一定是太后觉得昨儿亏待了于家，今日特意召母亲入宫弥补。母亲，太后定是对于家有些误会，您入宫可要解释清楚，更别迁怒了靖王世子。想必是太匆忙了，未曾对好账，府上出来还要整理整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舅母，我送你。这些嫁妆你准备见好就收，还是要追究到底？阿宁，于老夫人毕竟养了你10几年，嫁了人终究要靠娘家撑腰的。太后能宠你一时，不可能宠你一辈子。
舅母也是为了你好，你才回京，闹大了到处得罪人。今日发作了，就当是教训二房。等明日我再来亲自和二房聊聊。听舅母的，你得空去谭家坐坐。好。大舅夫人不该擅自做主。这事儿不必操心，宋氏未必会答应。即便是答应了，于庆楚也不干。玉之宁，你怎会背后捅刀子？你说什么呢？少在这装疯卖傻，塞个人来恶心我，有我在不可能。谭大夫人提让谭姑娘嫁给靖王世子做平妻，舅母怎会这么说？你们少造谣了。谭大夫人就在母亲那儿呢，你怎会不知情？笑话，谭家是百年望族，表姐若嫁给靖王世子，只会助力靖王府。我是未来景世子妃，我怎会帮你拉助力？那你还不快去劝劝舅母？不知羞耻，怎会上狗子倒贴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舅母对我极好，我怎会听你挑拨？玉二姑娘，别再造谣生事，坏了我女儿名声。我明明亲耳听闻，怎会有假？这谭家的女儿是嫁不出去了吗？倒贴世子，想得美！舅母，亏得您人善，二房却欺负到您头上来了。阿宁，你的嫁妆一分都不能少。阿宁这门婚事是谭家老太爷定下的，你们欺辱阿宁，没将谭家放在眼里，嫁妆必须要弄个清楚。不过是几句玩笑话罢了，谭大夫人又何必胡搅蛮缠？今日的事若是闹开了，你谭家姑娘上杆子倒贴，吃亏的还是你们。依我看，不如各退一步，各自保全名声。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日后谭姑娘可不好再嫁了，孰轻孰重，谭大夫人可要考虑清楚。无凭无据的，二婶为何要诋毁舅母？除了丫鬟外，可还有其他人证？阿宁，你怎可胳膊肘往外拐？大姐姐，你是不是后悔了？借着嫁妆的事冠以为难我们，早知如此，当初又何必让出婚事？这家里二婶虽管家，但越不过祖母去。我听祖母安排，从今往后我只字不提。阿宁，好，就依你的话，咱们即刻就去松竹堂。哎呀，阿宁，你太意气用事了，这么大的事怎能擅自决定？这10年的铺子收益少说也有7、8万两，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？你这样大手大脚，不知算账，手里留着这么多铺子和银钱，迟早也会被人盯上。待明日我给你寻2个会算账的嬷嬷替你守着。多谢舅母好意，我身边已有会看账的丫鬟。你这是信不过我？余家不缺算账嬷嬷，且我已极力，不该事事依赖舅母。罢了，算我多管闲事。大夫人这些年没少为您提心吊胆，唉，若不是大夫人提点，二房怎会这么快入京？于老夫人再疼您，也越不过嫡长孙。日后您还要仰仗谭家。你的意思是，一会儿祖母会偏向二房，不肯帮我做主？表姑娘，奴婢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与祖母是血亲，祖母向来疼我，怎会不帮我？你多虑了，大舅就是对祖母误会太深了。母亲，这谭家太过分了，您可要公平做主啊！昨日交出的银票已经是二房的极限了，若再拿出，二房都要砸锅卖铁喝西北风了。祖母，谭家步步紧逼，分明就是没拿咱们当回事。都闭嘴！母亲。余国公府才搬回来第4日，因为嫁妆闹得沸沸扬扬，是你管家不力。谭氏当年的嫁妆铺子按每年收成1个铜板不少还给阿宁。母亲，那可是京城的铺子。现在就开始查，若没有银子，去宋家借也好，抢粮也罢，今日就将账算清楚。
你母亲逝后，5间天铺子我带你管着，如今事物归原主了。5间铺子总收益67320两白银，按照当铺利息凑个整，去库房取7万两银票交给阿宁。舅母，祖母待我如珠如宝，断不会贪了我的铺子，如今也该放心了。阿宁有老夫人庇佑，谭家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先把气质交给阿宁，其余的账明日午时务必交给阿宁。多谢祖母。谭大夫人招待的呵护，还请见谅。今日找我开了眼界，老夫人放心，嫁妆的事我谭家会主动帮着解释清楚的。倒是舅母替你多虑了，余家对你可不像你说的那般，日后可要多孝敬老夫人才是。阿宁，我说谭大夫人怎么接二家往余三的跑倒着刷呢？袁大这走，我对你在背后通风报信，到头来不得好就罢了，还要被你反咬一口，当真是让人寒心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大姐姐许是说者无心，你怎能真的要祖母的血汗钱？还有那串佛珠，就当做给祖母赔罪吧。祖母，这是太后所赐，若有一日太后追问起来，会不会怪罪您？太后她老人家怎会怪祖母？我看就是大姐姐你舍不得，不愿意给吧。取来。等等，太后所赐珍贵异常，岂能随意赠与他人？你越来越糊涂了。何须你来插嘴？人前一套，人后一套，我这张老脸还要不要了？尽快将铺子还给阿宁。二老爷在朝堂被训斥，挨了30个板凳抬回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老爷怎么会这样？咱们入京怎会被罚？御史弹劾治家不严，嫁妆未清，皇上误以为御家亏待了阿宁，今日靖王也被参奏，连累了他。大姐姐，你难道没有对外解释解释吗？害得现在二房被人误会。你现在就入宫解释清楚。你确实应该替余家澄清，此事只需要和谭家解释清楚，何必惊动太后？求太后下旨恢复余家清白，应该更妥妥。既然二妹妹非要我入宫求太后，恳请祖母陪着一同入宫。不妥，皇上罚了你二叔，再由太后下旨澄清，让皇上的脸面往哪儿搁？这种小事不必劳烦太后，你尽快去一趟谭家。郡主，奴婢怎么觉得老夫人好像很怕太后？只要提及太后2个字，老夫人避之不及。效果不错。今日是什么风将你给吹来了？如今你可是太后身边的大红人，才入京几日，满京城都知道你长宁郡主大名。这位是？你不认得我？我是你表姐谭家嫡长女，去了一趟灵州，脑子也呆坏了吗？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呆呆傻傻的，半点长进也没有？原来你就是二妹妹口中倒贴也要嫁靖王世子的表姐。你胡说什么？表姐难道不知今儿舅母去了余家，一半是为了你，闹得余家现在还鸡犬不宁。表姑娘，老夫人知道您来了，请您客去福盛堂。于之宁，这门婚事原本是祖父可怜你才替你争取的，是你没用，被于禁楚给抢走了。气虚，阿宁呢？怎么还没来？母亲，阿宁这丫头也是的，回来好几日了，也不想着来看看您，着实没良心。亏您连年念她，她却半点不惦记您。阿宁呢？怎么还没来？莫要叫人欺辱了阿宁。阿宁这性子，谁能欺辱得了？谭家福盛好了。老夫人，表姑娘来了。阿宁给外祖母请安。回来了就好。母亲，于之宁说今日您去了余家谈论我的婚事，可是真的？你这孩子会说什么呢？让你去余家，怎么扯到了玲姐儿？余家扣占了妹妹的嫁妆铺子收益，二房拿不出银钱了，所以商议能不能用婚事做底。不过我已经拒绝了。我呸！余家算个什么东西，竟敢沾我的婚事！姑母都死了10多年了，余家和咱们没有半点关系。余家就没一个好东西。你表姐性子直爽，并非有意。阿宁，你别跟你表姐计较。你舅舅也念叨你好几次了，这会儿应该在书房，你去瞧瞧吧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糊涂！都怪于之宁没本事，守不住这门婚事。当初祖父就不该偏向阿宁，明明孙女比阿宁还大1岁呢。
若当年许下婚事的是林姐儿，早就成婚了。我只是气不过才提了一嘴，丢人现眼，还敢拿着你妹妹的嫁妆做法子？难不成天底下的男人都死绝不成了，非要嫁靖王世子？阿宁小小年纪没了母亲，你可倒好，将脸面送到余家人脚底下踩踏。母亲消气，是儿媳一时糊涂，我尽快给林姐儿挑婚事。咱们不承认，余家又能如何？谭家百年世家，还能怕他不成？我听说余家二老爷被罚了，可是真的？嫁妆铺子需要谭家人对外解释，还余家公道，没必要揪着这事儿得罪余家。阿宁，你受委屈了。阿宁，阿宁，阿宁不委屈，有外祖母还有太后疼爱，得了郡主之位，找回嫁妆，还落定婚事，外祖母不必担心。傻孩子，我怎会跟你计较这些？早一日晚一天有什么要紧的？母亲，日后有的是机会闲聊，不差这一时半会儿。阿宁，是舅舅对不住你。舅舅言重了，阿宁从未怪过舅舅和谭家，日后阿宁还要仰仗舅舅多照拂呢。说的哪里话？你是我外甥女，舅舅当然要照拂你。谭大夫人来找你谈论婚事的事，从今日起不许任何人提起。而且明白了，叫你身边的人管住嘴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皇上对谭谦十分信任，靖王早就想拉拢谭谦。入宫，二夫人的铺子收益可曾给了阿宁？回老夫人，二夫人病了。母亲，给阿宁打个欠条，我即刻派人送去宋家，尽快给你银子。朝堂上谭尚书不是已经替咱们余家解释过了吗？您这又是何必？蠢货！祖母是不是误会了？太后未必是为了嫁妆的事召见您，让大姐姐一同入宫再解释一遍。只要她说给了就是给了。若是苏嬷嬷来余家查看账本，欺骗太后的罪名，余家能承担吗？靖王世子求赐婚旨意2次都被太后拒绝了，太后召锦少子的次数越来越多。母亲，先将我的那些嫁妆拿出来填补，把铺子还给大姐姐。努力这么多年，竟什么都不剩下。母亲，等靖王世太子做了储君，女儿就是当之无愧的太子妃，未来的皇后。今日所有受的委屈，一定会连本带息的讨回来。这死丫头有什么好的？为何太后要这样帮她？阿宁，这是靖王府老太君下个月生辰的请帖，刚好这套浮光锦制成了，巧巧不合身。多谢三婶还想着我，咱们都是亲戚，自然是惦记着你的。靖王府好歹是咱们的亲戚，三婶放心，我一定会穿得亮堂颜色，欢欢喜喜去赴宴。将这套衣裳收起来。郡主当真要穿？自然不会，我会穿得比这一套更加华丽。一会儿去趟人牙子处买几个丫鬟，最好是本地的，手脚勤快些。郡主让奴婢挑，我相信你的眼光。奴婢在京城有几个信得过的小姐妹，有一些是父亲曾收养的，先找好带过来，最好找2个会拳脚功夫、会10衣的，多花些钱也无所谓，只要忠心。奴婢明白。阿宁，你去哪儿？我与世子不相干，世子还是换我郡主吧。从前在连州学府时，你经常跟着我身后，我们虽做不成夫妻，也可以做兄妹，情分终是还在的。世子，父亲在等你了。阿宁，先回府，我还有话要跟你说。众目睽睽之下，靖王世子如此不知失耻地纠缠我这个未来姐姐，意欲何为？阿宁，你怎么变得如此不知礼数？我可是好心提醒你，原本是不信你和裴玄私底下有联系，今日一看，果然是被带坏。郡主，这世子也过分了，真当她是什么香饽饽吗？奴婢听说前几日世子就派人送来了整整10万两给二老爷，说是给二姑娘的见面礼，解了二房的燃眉之急。去谭家。郡主，可是阿宁来了。外祖母，快来坐。你要是真有孝心，可以去求北冥大师出手。
全京城的大夫父亲都找过了，唯有北冥大师还未看过。怎么，这就犯难了？莫要为难阿宁，我这双腿已是多少年老毛病了，早就习惯了。祖母，外祖母，我确实听说过北冥大师，若有机会，未尝不可试试。就你这根本没有人见过北冥大师的项目资料，成何不成，总要试一试才知。外祖母，我自有分寸。阿宁，我让小厨房做些荤腥来。祖母吃素10几年，表妹一来倒是坏了规矩。外祖母不必麻烦了，我吃得惯。昨日你是不是告状了？父亲回来就和母亲大吵一架。今日的话我只当作没听见，若有下次，我定会找舅舅要个说法。你看在舅舅和外祖母份上，我不与你计较。你若故意为难我，我定不轻饶。分明就是个恶霸！郡主，您可算是回来了，苏嬷都等了您2个时辰了。阿宁，都这么晚了，你一个姑娘家人生地不熟的去了哪儿？苏嬷嬷可是等了足足2个时辰。不来时，郡主难得回京，是该多和谭老夫人接触，也是一片孝心。老奴多等些时间也不妨碍。不知苏嬷嬷来，可是有什么事？10几年前，老奴也曾来过玉秀阁，已是物是人非了。郡主身边伺候的人太少了些，一直嘱咐丫鬟去物色了。郡主，奴婢有些话想单独和您聊聊。嬷嬷请说。当年太后也是不得已，初入后宫地位不稳，多少双眼睛盯着，太后无时无刻都在挂念您，未掌权之前也不敢与您亲近。苏嬷嬷，我知太后入宫时种种不易，能有今日必定经历了磨难，难怪我一见太后就感觉无比亲切。郡主若是太后知晓，一定欣慰。阿宁，是哀家对不住你，往后哀家定会补偿你。太后，在这世上唯有母亲和娘亲、外祖母3人对人对阿宁极好，阿宁只求娘亲和外祖母能平平安安。昨日我去谭家探望，外祖母瘦了许多，腿脚不便。外祖母不知我身份，但每年都会派人去灵州看望我。哀家也许久不曾见过谭老夫人了。阿宁只想让外祖母能站起来走动走动也好。此事哀家记在心里了。你就是长宁妹妹吧？怪不得太后夸你懂事又漂亮。念灵郡主，你母亲去得早，可怜见的。哀家还记得和你母亲在闺阁时的场景，一晃多年。你母亲那一年才15岁。一场马球名艳京城。太后，于大夫人已逝多年，您节哀，长宁妹妹若需帮忙，定会义不容辞。多谢念灵姐姐。念灵父兄皆战亡，李家历代功勋，独留这么一根独苗。郡主，念灵郡主是越不过您在太后心里的地位，但李家盘根错节，名声极好，故而太后才抬举念灵郡主。嬷嬷，李家事迹人尽皆知，我怎会跟念灵姐姐吃醋？郡主聪慧，识大体。祖母，阿宁，可是你怂恿了太后，不许给靖王世子和楚姐儿赐婚。大姐姐，当初世子改娶我并非我所愿，是你不要，于国公不愿违背承诺才答应了。我们姐妹一场，你怎会如此急拦婚事？二妹妹究竟是哪儿听的话？从哪连州这么家的本事，算上今日才见过太后2次。试问谭家若是说话这么好用，太后早就给表姐和靖王世子赐婚。那也不见得就是阿宁做的，她总共才见太后2次。谭大夫人也不曾入宫，谭老夫人瘸腿10几年，难不成还是谭大人去乱嚼舌根？即便不是阿宁，可阿宁也该为了楚姐儿的婚事求情，情同姐妹，不能光顾着自己。我只是个同辈姐姐，而不是长辈，贸然跟太后求赐婚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国公府举女有多恨家。从灵州回来，你可倒好，左一趟右一趟的跑出去，女儿家不宜抛头露脸。成，我日后就在屋子里，谁来也不见。公主，去3婶送来请帖退回去，反正我也懒得去凑热闹。是。瞧你这脾气，连说都说不得了。大姐姐，母亲不是那个意思，莫说是你，今日连我也被教训了。这么多年母亲疼你，你难道还要跟长辈计较不成？世子都接下了，若是不去，主家问起来，还以为咱不尊敬他们。这只是说的二人，未必就是阿宁。你今日不该时着急，误会你了。日后入宫带着楚姐儿就不一同前往，你也多帮着水儿说说好话，姐妹之本就该互帮互助。母亲，大姐姐向来疼我，当然不会拒绝的。 5个曾是镖局待过的，会些拳脚功夫，还有3个是奴婢从人牙子那儿挑的。另外2人是2姐妹，曾在医馆当差数年，识百草。奴婢瞧了，人也机灵，找个学武术的地方，让他们5个即刻前往，花多少银子都算在我头上。告诉他们，我身边只需要3人。青霜，我送你医馆学医，你妹妹留在我身边当差，如何？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她在玉秀阁可以衣食无忧，不必忍痛挨饿。我亦不会将她发卖，转手送人做妾等等。奴婢多谢郡主，一定不辜负郡主所托。切记，
事事以郡主为尊，莫生叛主之心。姐姐，我会的。你们3人日后叫夏至、秋蝉双将。是郡主。阿宁，你不懂丫鬟，怎么买了这么个小的？定是被人糊弄了。不如二婶给你送来几个如何？我已急逼，怎好再劳烦让二婶事事操心？几个丫鬟罢了，瞧着顺眼用一用，才知合不合适。阿宁，你这是信不过我。当初的云香是个糊涂的，是二婶忽略你了，没有及时发觉丫鬟对你不敬。阿宁，就给二婶一个补救的机会吧。这丫鬟都需要调教，谁知道是不是3教9流上来的，免得带坏你。二婶这是信不过我的眼光，这些人都是签了死契的。二婶送来的人既无卖身契，根本不知来历，怎会听我的话？当初玉香几人，我就是吃了亏。阿宁果真是长大了，看来是我多虑。可有卖身契？这个二夫人说府上近日开支太大，所以大厨房那边送来的食材不多，只有几样应季青菜，半点荤腥也无，还有点心也是3日一到，所以奴婢擅自做主，去外头买了一些回来。从明日开始，小厨房的食材都去外头采买，不必经过到大厨房了。郡主，你办事妥妥，我放心。镖局就物安置在庄子上，一家老小也可带来。郡主大恩，奴婢无以为报。若能重振旗鼓，必定愿意。奴婢多谢郡主。多谢郡主，竟真的请来了北冥大师。大人派老奴请郡主过去一趟。昨日确实在太后前提了一嘴北冥大师。大姐姐，我如今也是准世子妃了。虽说世子对我专情，不肯娶你，那恭喜你了。但咱们毕竟是姐妹，日后我若发达了，必不会忘记提携姐姐的。于家二姑娘，我家大姑娘也被赐婚了，巧了，嫁的也是晋王世子。半个时辰前，太后赐婚大姑娘嫁与晋王世子为妃，且宣旨的人特意说了，2位都是嫔妃，日后谁先诞下长子，才能晋升为世子妃。2人一同入府，不分大小。胡说八道，简直胡说！太后怎会给谭诗言赐婚？是你替谭诗龄求的赐婚旨意。大姐姐，你竟记恨我至此，强将谭诗龄塞过来。我一直拿你当姐妹，你怎么……不管太后塞过来多少人，我心里始终只有你一人。世子妃的位置只能是你。谭石莹就算是嫁过来，注定要独守清歌。大姐姐，是你害了谭石莹一辈子幸福。太后赐婚我不知情，更未曾替谭姐姐求情。若我有心求情，就不会是个嫔妃了。太后不过是看在玉大夫人的面子上多几分重，用尽了那点情分，你什么都不是。这辈子我倒要看看没了自己，裴恒还怎么春风得意。谭表姐出嫁必定十里红妆，二妹妹既是嫔妃，可别落了下士才是。我定不会让你被比较下去的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我才能步步顺雷，扶摇直上。世子，我舅舅、舅母，阿宁来了。宁表妹，恭喜表姐。这门婚事本就该属于林姐儿，兜兜转转还是落到了谭家头上，只是白白便宜了玉家二姑娘了。罢了罢了，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阿宁，这门婚事可是你在太后前提过？我从未在太后面前提议这件事。此事容后再议，先去你外祖母那儿。是。想不到你还有几分本事，竟真的请来了北冥大师。昨日太后召我入宫，问起了外祖母，我只提外祖母腿有疾，多年不曾出宫。至于北冥大师头衔，我未曾提及。不是你，谭家又是赐婚，又是请大师来帮忙，倒是让我越来越迷茫了。老夫人是小腿萎缩，血脉压迫，清除污泻后需药浴3月，许能恢复7、8成。大师大恩，谭某感激不尽。不必，
往后每个月初1，我都来施针。大师认识阿宁，他初回京，若有不懂礼数之处，还请大师见谅。谭尚书言重了，今日我来谭家替老夫人诊治，确实受人之托。昨日太后召我入宫谈举往事，你母亲多年前曾救过我性命，今日救谭老夫人，也算一报还一报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！你是个有福气的，一回京就能给你外祖母治腿。那太后给林姐儿赐婚又是怎么回事？太后听郡主说起老夫人身体抱恙，恰好召北冥大师诊脉，顺势提了一嘴，哪知这么巧，于大夫人曾救过北冥大师，这正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识一家人了。又恰逢靖王来平安，得知此事后，便想着和谭家搭上关系，主动替世子求娶了谭大姑娘。这北冥大师轻易不出手，就连皇命也没放在眼里。这些年除了皇上和太后，还未看过第三人。这靖王府老太君也是托了妹妹的福了。明表妹，之前是我对你有误会，咱们可是表亲，日后你可要多多来谭家走动。明表妹妹，想什么呢？我在想靖王在太后面前求赐婚，按理世子应该知晓，为何在余家不肯承认此事？世子今日又去了余家。你往后有长辈撑腰，怕他作甚？靖王府已欠了你天大人情，此刻更要沉住气。你入宫给太后请安，也多带了你表姐露露脸。太后是什么脾气？稍有不慎就要被罚，玲姐儿何必去凑热闹？可是父亲，我就是随口说说罢了。毕竟阿宁刚回来还不懂规矩，有玲姐在一旁多提点提点也是好事，也是件好事。但切勿为了不值得的事得寸尺，招惹太后不悦。这往后有些款就可以山上祈福，去庄子外散散步。好好好，日后若是世子再去余家时，你派人来请我，就说吃点心喝茶。表姐若去余家，我自然是欢迎。若是为了世子，我劝表姐忍一忍吧。为何？表姐与其次跟世子偶遇，倒不如直接去老太君那儿露脸。世子来余家，和我的院座子相隔甚远，也未必能见着。去了老太君那儿，机会就大得多了。时候不早了，你快回去吧，我就不多送了。君主回来了，今日还多谢大姐姐提醒，世子心疼我，今日特意送来了30多盖礼物让我作为嫁妆，件件都是精品，我定不会输给谭诗兰的。大姐姐，你不替我高兴吗？靖世子也是，都定下婚约，这些日子里不给大大姐姐送点什么来？瞧我这记性，靖世子是与人打赌输了，才不得不来余家抢绣球。妹妹向来是个福星，靖王世子能娶到你是他的福气，我怎能和你比较呢？毕竟靖世子日日都在太和宫帮忙，哪还有闲工夫乱逛？世子今日送了不少礼物来，大姐姐只怕是要伤心了。这样世子也是个不懂风情的。婚已赐，无可更改，也不是每个人都像楚儿一样有福气。又去了谭家。阿宁好不容易回京，自然是要多看看谭老夫人的，毕竟年年都派人来送东西呢。外祖母的腿伤了10几年，今日幸得北冥大师到府内医治，所以谭家派人请我过去瞧瞧。北冥大师怎会给谭老夫人看病？若能看，何必耽误10几年？几年前宋家老太爷耗费万金请北冥大师出手都不屑一顾，谭家是不是被骗了？这人该不会是你找的吧？不是我找的。昨日靖王在慈宁宫见过了北冥大师，靖王仁孝，为求北冥大师救老太君，亲自替世子求娶了谭家表姐。难道世子没有告知余家？这是真的吗？那太后为何不早些让北冥大师给谭老夫人治腿？昨日北冥大师入宫时，听太后偶然提理的救命母亲，外祖母是生养母亲之人，北冥大师自然会出手。谭姑娘是嫂嫂，是因为剽窃西街官，不然又前也帮忙才是。二弟既质疑靖王，不如让世子回去问个明白。不，世子，我不是怀疑靖王，只是就是不知道谭家知晓同为赐婚，世子厚此薄彼，全然没有将谭家放在眼里，不知谭家会不会生气。传到太后耳朵里，还以为世子对太后赐婚不满呢。世子，王爷替您准备了厚礼，要您即刻去谭家探望谭老夫人。阿宁，你跟着去一趟，由你从中调和，少些误会。北冥大师成了你母亲的情，由你开口救老太君罪。大姐姐，夜深路正，我跟你一块儿去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母亲这些年对你种好，你也该回报一二。祖母都发话了，你总不能连祖母的话都不听了吧？此事是太后牵线，靖王求娶，我若将功劳揽回，惊动太后，少张嘴闭嘴！太后日理万机，怎会注意这些小事？
既然二妹妹如此要求，我听了祖母约里的话，真是去一趟谭家就是了。母亲，这嫂嫂救了北冥大师的事王坊，竟瞒得这么紧，嫂嫂这分明就是没拿咱们当一家人。给楚姐儿准备些补品，一同送去谭家。大姐姐为何不早早将此事告知余家？你心里可有半点余家？我也是从谭家赐婚才知晓此事，这不是刚回来就看见你们庆祝吗？二妹妹怕什么？你有世子的宠爱，谭表姐又不能越过你。这么晚，世子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探望老夫人的。阿宁，这么晚是不是有什么事？余家人认定母亲救过北冥大师，人情算在谭家头上，应是余家的功劳。大姐姐，我实话实说。这么说，靖王府这是要悔婚了？我谭家姑娘也不是随随便能娶的，明日我便助攻求太后退婚。至于北冥大师救不救你家老太君，可不是我谭家说了算。你八竿子打不着亲戚，恩情轮不着你二房来争。我与大姐姐才是一脉。阿宁和靖王府没有半点关系，你怕不是忘了你母亲强占阿宁嫁妆，被太后在宫宴上训斥的事了？昨日太后只是要给我婆母治腿的，是靖王主动攀关系，北冥大师才勉为其难应了。世子觉得这份恩情和余家二房有何关系？谭大夫人，我今日是来探望老夫人的，其中许是有些误会。二姑娘上门讨松法，倒像是我谭家占了天大便宜。口头婚约是谭家老太爷看在阿宁份上提的，和你余家二房没有半点关系。大姐姐嫉恨世子没有求娶你，就想借着我的由头收回人情，这些都是我余家给谭家的赔罪礼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老太君是无辜的。我和表姐无冤无仇，怎会记恨表姐？此事闹大，北冥师不肯救老太君，谁得利？阿宁乖巧，我怎会被旁人三言两语挑拨就怀疑你？简直欺人太甚！谭家那套。玉芝娘，是我错怪你了。我以为申白是你在太后面前谭大额娘从中作梗，就是为了故意弃王府。阿宁真是生气了，可惜我眼里容不得沙子，那是冰就不提争气的姑娘，比不得楚儿。回府吧。祖母，大姐姐明知误会也不肯解释，害我险些被撵出来。咱们对阿宁掏心掏肺，也比不过谭家1年1次来看看，胳膊肘往外拐。阿宁，楚儿好歹是你妹妹，你怎能让她受委屈？舅母说我母亲和谭表姐才是一脉相承，靖王才求娶表姐。你母亲已嫁余家，功劳就是余家的，亏我对你这么好。不好了，谭家老夫人病重了，谭家连夜入宫求太医。怎么会突然病重了？知道了，都退下吧。郡主，太后召了靖王和谭大夫人一同入宫觐见。老夫人听闻此事后就晕了过去，也请了大夫来。果真？千真万确。消息传来时，二姑娘都气晕了。母亲，这门婚事是我的，凭什么谭世英压我一头？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？也不晚啊。你马上入宫一趟，太后现在对你印象不错。大姐姐，你快入宫求太后撤回旨意。一旨以次，昭告京城。我算哪门子能求太后撤回旨意？罢了，你虽不是世子妃，也是嫔妃，将来肚子争气，早点生下嫡长子，也未必会被压着。事已至此，无可转换。世子哥哥，郡主，北冥大师不肯给我祖母治病了，你去求求北冥大师。北冥大师不是已经答应救老太君了吗？那谭老夫人呢？北冥大师仍给谭老君治病。既已答应，又怎好出尔反尔？既然北冥大师不肯救老太君了，这门婚事也该作罢才是。父王求娶谭大姑娘，是因谭老太爷口头约定和长宁郡主没缘分。怎么会这样？这婚事本该是余家才对。北冥大师误以为我求娶的是玉大夫人之女，才答应救祖母。昨日知晓真相，又得知余家和谭家争人情，便收回了承诺。老太君空欢喜一场，靖王说不出口，我更难以启齿。你是玉大夫人唯一骨血，只要你开口，北冥大师一定会救人。
大姐姐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你不可见死不救啊！还不快答应了世子？你若是愿意，靖王府愿赠万金补偿。世子大可不必，大姐姐不会看着老太君见死不救的。我与你无亲无故，为何要帮你？大姐姐，我们是姐妹，自然是看在我的份上救人。你又如何才肯救？容我想想吧。你祖母，大姐姐见死不救也太狠心了。二妹妹慎言，并非见死不救，老太君还不至于快病死。这些年没有北冥大师，照样活得好。想不到你如此冷血无情。若昨日不被本门闹腾争功劳，也不至于让北冥大师收回承诺。阿宁，不可无礼。只要靖王府有诚意，救人也不是不可。郡主所言诚意是什么？世子替我母亲在寺里抄写经书祈福3年，如何？大姐姐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大伯母都死了多少年了，你这是故意为难世子。若连你这个亲孙子都办不到，为何要勉强我？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当真不愿？世子不仁不孝，怪我做甚？世子，阿宁，你太心狠了，折腾世子对你有什么好处？谭家也未必同意。你太冒失了，一句话得罪了许多人，还不快追去给世子赔罪？你这孩子怎么里外不分，竟为了泄愤如此刁难人，还不快去给世子赔罪，收回刚才的话？儿怎么就不想想，若咱们府上有人病了，需要救治时，可没第二次人情了。祖母身子要紧，老太君身子这么多年了，也未必非北冥大师不行。您亲自抚养我长大，这份恩情我始终记着。阿宁，你果真是这么想的？可老太君身份尊贵，得罪不起，日后母亲身子抱恙再去求就是了。事情有个轻重缓急才是。若北冥大师这么好求，老太君也不至于10几年没求到，谭家也不会等这么多年。话虽如此，可你也不该那样说世子。世子咄咄逼人，孙女只能让他知难而退。祖母身子要紧，我也顾不得许多。那若是世子答应了呢？若他真有这个孝心，兑现承诺便是。大姐姐，你太过分了。天色不早了，回去歇息吧。此事顺其自然。世子，老太君在等您。怎么样，小余家还敢托大拿乔不肯帮忙，还真以为有太后几分照护就能在京城无法无天？祖母，事后我再去劝劝。果然是仗着有人撑腰，不知死活的贱丫头，她能有什么好果子？多亏没娶了于之宁这个祸害。我记得京城举办各两军快团子，见死不救，冷血将敢冷罪靖王府传出去，是该给些教训了。父王，为了祖母的身子，儿子也可答应于之宁的条件。暂不必着急，倒是你，京城局势瞬息万变，岂能掉以轻心？此事传到谭家，真要拖3年，谭家也未必愿意。谭老夫人病了，作为未来亲家，我这就去上门看看。一会儿陪你母亲一同前去，和那位谭大姑娘多聊聊。于二姑娘昨日举动莽撞，日后进了门多提点几句。她心思单纯，才会失了分寸。王寿，儿子会提醒她的。蔷薇一再到这边。郡主，外头流言蜚语四起，传您见死不救，故意刁难老太君，都被气病了，越传越邪乎，您就不着急吗？外头都在传，世人可知我去求人的条件？不知。那便随他们传去。现在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，大姐姐名声尽碎，可满意了？我要是大姐姐，立马去求北冥大师给老太君瞧病，之后去寺中赎罪。二妹妹与其担心我，不如多想想自己。我们可都是余家姑娘，日后我又不在靖王府过日子，就是不知老太君会不会因此迁怒。玉之宁，你故意的！我听说你要靖王世子替你母亲祈福3年，才肯答应去求北冥大师救老太君，怎能如此要求？不过是太仗着有太后宠宠，怎敢如此作践世子？我不管，你现在立马就给替我求北冥大师。祖母进不狭隘，不知其其二。祖母拒绝世子，是因为我祖母直身子出手也不好用，极有可能也能因为不相干的人说了几句话，就将机会让给老太君。况且舅母那一晚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与靖王府无亲无故，为何要帮忙？我可是你表姐，表姐能抵得过嫡亲祖母重要？你先求北冥大师，等日后余家老夫人有需求，再想法子就是了。北冥大师皇亲国戚都没放在眼里，外祖母都10几年了，也不见谭家能求到，日后拿什么求人？一码归一码，阿宁，你别任性，先求了北冥大师，保住名声再说。万一于老夫人也同意了呢？你唯一能补救就是尽快去求北冥大师，再去靖王府磕头赔罪，别弄得臭名远扬，还得罪了人。竟是调虎离山。郡主，老夫人请您过去，余家可不会像你这么愚蠢。玉老夫人深明大义，肯定会同意的。果然调虎离离。带路。玉之宁，是外祖母连累你，左右为难你。早知如此，我这双腿不治了。外宗不必担心，阿宁自有决断，您只管好好休养。马车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即刻就去找北冥大师。谭表姐，你确定要让我去找北冥大师？少啰嗦了，快去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早这样又何必坏了名声？贱骨头！是吗？嬷嬷，承入宫给太后请安的，也不枉太后赐婚。我是给太后请安的。哀家倒是不明白了，
你们余家晋王府究竟意欲何为？祖母，阿宁，你哀家查，哀家倒要看看是谁在背后搅局。召李太医、张太医即刻前往晋王府，去给舒太妃看病，告诉若是宫外住着不舒服，就能回宫。是我一时糊涂，去打搅了郡主，救人心切，和恒儿无关。不必了。一会儿太后若是生气恼了，你可要替我多说几句好话，就说是你非要我来的。快去求求太后，这个人情靖王府记下了。恒儿，闹到今日这个地步，你可满意了？给太后请安。恒哥儿，你父王前几日才替你求了谭家嫡上女，替你挽回些名声，你可是对哀家赐婚不满？孙儿不敢。半夜三更去谭家，又逼着谭家让出救命人情，咱们来捋一捋前因后果，这人情是从何而来？是已故玉大夫人对北冥大师的救命之恩，人情落在了长宁郡主头上。这人情既是于大夫人的，你占用了人情，在寺里祈福3年相抵，有何不可？太后，不关恒儿的事，我愿意替恒儿上山祈福3年。阿宁一片孝心，留着人情给自家人用，不仅不感恩，反而处处逼迫阿宁，任由污水泼在阿宁头上。这人情既不是你的，你于国公府哪来的脸面抢占？哀家倒是不知靖王妃好手段，逼迫不成反造谣。此事我真的不知情啊，冤枉啊，太后！入寺3年，换北冥大师救你祖母，你应是不应？孙儿，若是北冥大师愿意出手，孙儿愿意。恒儿，胡闹！我这把老骨头哪需要北冥大师亲自来看？你有孝心是好事，不可如此鲁莽。朝廷正是用人之急，岂能擅自离开？